能想象在100年前的島嶼上聽到星際效應的磅礴配樂嗎？這裡不僅有亞洲最大的管風琴，宛如實境密室脫逃的石頭迷宮，甚至還隱藏着當年台灣首富砸重金完美復刻的屋頂海景豪宅。這集不只是要帶你看懂鼓浪嶼的歷史與美麗，還要告訴你哪些在地的美食才是真理。跟着我們，教你怎麼玩最聰明。來到廈門啊，有一個5A 級景區是你絕對不能錯過，就是鼓浪嶼。我們要先到東渡客運碼頭這邊去搭船。那提醒大家哦，一定要先在線上去購票，因為這個船票真的超級夯的，就請掃碼這個 QR code。登船前啊，如果大家時間夠，可以到3樓的觀海露台這邊去看景哦。前面大家看看哦，一覽無遺的海景，好漂亮哦。看完風景，我們過安檢，準備登船，但沒想到我發生了一個小失誤。出示手機要入閘門，但沒想到被拒絕了，差點登不上船班。好緊張哦！剛剛是發生什麼事情啊？剛是我台胞證件正好有一碼不小心輸錯，然後他叫我去人工閘票口趕快取票，但還好那服務人員蠻細心的，趕快幫我取了之後，列印一個小白單，嚇我一跳。我們先去搭船。是有人数控管的，因為他要平均分配人的數量。2樓的人滿了之後啊，他就會把這個樓梯給關起來，一般的遊客就沒有辦法再上來2樓了，因為要平均分攤人的重量。這20分鐘的船程蠻有趣的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那個船上的推銷人員超級會講的，導致觀光車就沒有辦法在小路取船行。如果大家漫無目的的，其實他剛開始是先告訴大家來鼓浪嶼要怎麼逛、怎麼玩，然後後面他開始推銷這邊的原創商品。文創商品說實在設計的蠻可愛的，銷售人員講話也很厲害，不會讓你覺得他好像是在強迫推銷啊什麼的。他會告訴你一些，你為什麼要在這邊買啊？這邊是什麼小紅書的爆款啊？你下去之後這邊買就沒有啦。那為什麼我們這邊買會比較便宜呢？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店面的那個價差。還是讓我學到一些商業的思維。他是下船了。左走的已經到碼頭了，悄悄的。那帽子可以先戴一点。还要走一点点啊，非常曬的。出了鐵門看不到也買不到，看再買繼續買。這個很好笑，關門放狗。最後一刻也不放過你啊！對。這邊是超熱門的景點，非常多的旅遊團都在這裡。沒想到剛走一走，看到一個傳統小吃叫做光餅，這個是抗偽名將，就是戚繼光。當時啊，因為要讓士兵他可以有飽足感，上戰場快速的應戰、快速的打仗，所以他把餅弄成是一個像薄片的形式。我印象中好像是把它掛在脖子上吧，邊行軍邊吃，有一點點硬，但是那個麵皮蠻香的，普普通通。光餅就像你說的是。以前打仗的時候要用，所以它就烤得比較硬，比較方便攜帶。那这就跟日本它為什麼有飯團是一樣的道理。他們在行軍的時候，也要可以快速可以補充體力，所以會弄成像飯團。所以這就是中國版行軍的時候吃的糧食。來鼓浪嶼玩最怕的就是走到鐵腿，因為島上全面進行汽機車，全程只能靠雙腿，對體力是一大考驗。為了不走冤枉路，我特地實測了這條絕對不回頭的專屬路線。帶你一天高效解鎖所有精華景點，最後還能輕鬆順路回到三鳩田碼頭。關於門票，官方有推出各種套票組合，大家記得量力而為，依照自己的體力來挑選就好了。另外，分享一個非常實用的通關技巧，入園是採掃碼加上人臉辨識。如果你們是多人同行，特別是有帶長輩一起的話，千萬不要各掃各的，只要交給買票的那個人，站在閘口負責切換 QR code， 一張一張的刷。其他人就可以兩手空空，輕輕鬆鬆的走進去。這邊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樂器表演，它的音域最廣，體積最大，而且
你聽到應該會很震撼。有嗎？很沉的共鳴，但是这個音樂也很適合彈一些很驚悚、很恐怖的，會彈到你內心深處。對，我覺得還蠻震撼的。我是第一次進來這裡聽管風琴，利用建築本身的空間製造出共鳴。我沒有想到有一個環節讓我非常的緊張。這幾周的好運用在今天，它有3選1，第一個是《星際效應》的主題曲，第二個是五月天的歌，那第3個是鼓浪嶼的歌。我沒有想到來到現場可以聽到管風琴親自的演奏這個《星際效應》的主題曲，覺得好感動，此生無憾。我在聽這個的時候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直想到《進擊巨人》的畫面。進擊巨人它有很多背景的音樂都是那種管風琴帶出来那種，對，很氣勢磅礴的音樂，我就一直想到《進擊巨人》的畫面。那個管風琴上面的裝置也非常的精緻。你看，比如說這個英國的，很樸素典雅，這太誇張了吧？這好漂亮哦，這搞得我真的很想去德國現場看誒。我也是。法國的嗎？也很漂亮啊，斯特拉斯堡。鼓浪嶼它被譽為鋼琴之島，全島的人都會彈鋼琴。這個更接近答案。以前啊，鼓浪嶼這邊是公共的通港使館吧，都蓋在鼓浪嶼這邊，因此啊，很多貴族或者是世界各國的人，包括他的子女在這邊落地生根。那當時他們在鼓浪嶼這邊交流，喜歡用鋼琴作為社交，落地生根生活之後，開始就會有宗教注落，就會有所謂的教堂的音樂，不到幾步你就可以聽到鋼琴聲。那加上因為人文文化的關係，加上因為宗教的關係，讓這座島嶼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建築風格之外，也有音樂之島之稱。龍頭路小吃來鼓浪嶼啊，要吃小食要喝飲料的話，大部分來這條街去買，還蠻熱鬧的。那林氏沙茶麵這間生意蠻好的。對啊，你看現在才早上10點了，就已經有很多人在裡面吃麵跟吃飯了。那等一下我們就往裡面走。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物價，其實跟中山路價格是差不多的。從船下來之後啊，那邊咖啡價格有點高，我們還想說，剛剛路上有路人拿着蜜雪冰城在哪裡？原來在這裡，就在前面，四處都可以看到蜜雪冰城。蜜雪冰城有咖啡嗎？你要喝咖啡嗎？但它的咖啡很難喝，我完蛋了，會被人家揍。那咖啡呢，就是沒辦法入口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島上 CP 值最高的選擇就是蜜雪冰城。可是來鼓浪嶼有什麼必吃的特色小吃嗎？大部分也是一樣，是福建人這邊，比如手工魚丸、沙茶麵，然後玉林鴨這些海蠣煎。大部分還是一樣，它沒有發展出它這個島內應有的特產啊！我知道有特產是什麼，就是鼓浪嶼的貓，剛才一隻，躲在下面，好可愛。這隻好可愛哦。這間僅此一家龍頭魚丸店，廈門10大名小吃我每次看到只要有人在那邊現做現包，我就覺得那個好像是特別新鮮的，所以你看大家很多人就圍在那邊。這叫做有講究，現包現做現吃是最好的。在中山路很多一些連鎖的店，其實在鼓浪嶼上面也有。你看，你後面有連鎖的鄰里檸檬茶，然後鳳梨酥、蘇小堂嗎？對，蘇小堂，然後正百順的薑母鴨裡面也有。我每次都會特別去看他們那個 slogan 跟標。菜上桌了還是可以退換，點多了還可以退換，不好吃也可以退換。第一天啊，我們去吃了在地人吃的薑母鴨，叫做阿呆薑母鴨。關到分量跟這個比起來，這間真的還蠻好吃，因為它的肉質更緊實，然後分量更多，而且它的白飯竟然是吃到飽，它白飯超好吃的，配上那個薑母鴨真的是一絕。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芋泥鴨，但是吃下來，我覺得芋泥鴨的差異沒有到非常的大，不過這間正百順的芋泥鴨裡面的肉比較多一點。大家如果來鼓浪嶼這邊旅遊的話，這間是連鎖店，它的價格上更明碼、更有體系，所以
衛生上或是它的食物的食材品質上不用太担心，這件可以考慮看看。超下飯的那個薑母鴨。皓月園內的鄭成功雕像是由625塊花崗岩石所打造的石雕，在雕像底下更是飽覽無敵海景與廈門市區的最佳拍攝點。我們現在在皓月園，老婆，你有沒有覺得皓月園這邊離前面的道路或者是主建築都非常的近？看起來好像很近，那為什麼不蓋一座橋，就可以這樣走過去，或是往返，其實比較便利。不然以中國大陸這邊基建的速度來講，可能明天就蓋好了。对啊，為什麼不蓋橋啊？因為破壞整個景觀啊，包含那個海岸線啊，然後看過去的景全部會被破壞掉。他說他保護這邊原始的樣貌。來皓月園啊，外圍這一圈你要拍到比較乾淨的世貿雙子塔，這邊是絕佳的拍攝點。這邊呢是全中國大陸最大的人物雕像，它可以抗12級的颱風以及8級的地震，非常的厲害。而且還可以防雷。大家仔細看一下，鄭成功的頭頂上有一根避雷針。因為鼓浪嶼這邊只要遇到颱風，一定首當其衝，所以它這個一定要做到堅硬無摧，很厲害哎，屹立不搖這麼久。就是来旅游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翻到這邊都是自然的景觀，盡量不要往下面去踩。明明就告訴你說，危險，啊，大家都覺得為了拍照，不顧安全，我覺得真的是很奇葩。還是當一個文明的遊客，真的。那我想要讓学员先品嘗這個夜市麻糬，好吃嗎？它裡面有一個花生跟西芒，給的很足哎。其實我就不用特別買，因為讓我想到我們台灣也很常有這種類似的麻糬，可以想象得到的味道。不過它的麻糬皮真的是還蠻柔軟的，不會有異物感的感覺。這個口味是花生加芝麻混合在一起，糖度不高，所以你怕很甜的老人家，我覺得也很適合吃。加上不會那麼的硬，所以老人家吃這款我覺得是很 OK 的。這邊梳妝花園啊，是台灣首富02家，台灣人一定會有非常有共感，因為如果你去過板橋林氏花園的話，你會有覺得這個建築是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這個花園啊，根本是100年前的炫富最高境界。台灣首富02家因為太想念板橋老家，乾脆在鼓浪嶼重金復刻了一座海景升級版的無敵豪宅。這個景點啊，最厲害的就是12洞天，是一座由12生肖把守的超逼真石頭迷宮。據說連方向感極佳的人進去都會瞬間失去人生的方向，堪稱100年前的實境密室脫逃。這是小老鼠找不到路出去，一直困在這邊的感覺。是鬼打牆吧？哇，我没想到這個樹，它是不是一棵大樹倒下來，壓倒了2棵小樹，它撐在那邊？你摸一下，這看起來這應該是假的吧？哇，這是很特別。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啊？但我覺得它應該是從其他地方砍了其他的樹來支撐它吧。把它接起來了。對啊，哦，因為很明顯。烧仙草是很大塊的這種，仙草味道還蠻濃的，是不是有點像關西仙草的感覺？木達子有點像芋圓的哦，比較像脆圓。發現我來廈門市中心的甜點，包含前面的夜市麻糬跟八婆婆燒仙草，甜度都不高，所以整杯吃起來是還蠻清爽的。這間的花生超好吃的，這花生有畫龍點睛，我好想跟他說，花生可以幫我加大加多一點嗎？仙草吃到後面會有草藥熬出來那種草
草本感，它是我会回甘的。对，有一些仙草自然 Q， 可吃起来是完全没味道。排队的大概就是这间八婆婆烧仙草，然後前面的夜市麻糬，還有一間沈家的閩南腸粉，也是比較有蠻多人在排隊的這幾間店。日光園簡直就是整座鼓浪嶼的 VIP 頂級露天觀景台。旅遊界甚至有一句名言：沒上日光岩等於白來鼓浪嶼。雖然登頂需要稍微爬點樓梯，流點汗，但爬上去後會覺得超值得的。站上最高處，就像自帶空拍機一樣，擁有360度零死角的無敵全景，不僅能把整座島上充滿異國風情的紅磚別墅盡收眼底，還能無縫接軌欣賞一望無際的蔚藍海景與對岸廈門的繁華天際線。頂着紅色圓頂的八卦樓，不僅是鼓浪嶼的經典地標，裡面更是一座充滿古典氛圍的風情博物館。這裡收藏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古董風琴，特別是鎮館之寶的巨型管風琴，實際看到真的非常的壯觀。大家參觀時記得留意主樓管風琴的現場演出時間，親耳聽一聽那種立體的音樂震撼，才算不虛此行。世界一流、全國唯一的风琴博物馆。我們看這一家琴呢，我們叫做折疊相翅的小風琴。它琴呢，我們叫做桌面的風琴。它的外形布似一個梳妝台，那琴的上方呢，我們雕刻了這種梅蘭還有竹葉，它具有明顯的東方風格。在館內有一些文創商品，其中簪花是中國傳統的習俗，指的是將鮮花與绢花插在頭髮上作為裝飾。在古代，簪花不僅是女性的專利，男性在慶典、節日或是受皇帝賞識時也會簪花，象徵吉祥、富貴與身份地位。沿着所規劃的不回頭的獅房路線，接近日落時分，剛好抵達最美轉角。夕陽的光影絕對是天然的濾鏡。行程的最後會來到故宮文物館，這個我們留到會員影片再跟大家細說。先講優點好了，鼓浪嶼它的景點很集中，所以你可以在一天之內逛非常多有特色的景點。腹地也算還蠻大的，老人家來，我覺得走一整天會有點辛苦，那建議搭配接駁車，或者是你想逛得更愜意一點，那你就不如在鼓浪嶼這邊住一晚。它有不同的場景，例如你可以在日光岩看風景，然後你可以在管風琴藝術中心這邊聽管風琴，甚至說你可以來到故宮分館這邊看文物。再愜意一點，可以 City Walk 這邊慢慢走。還有不錯的古宅咖啡廳以及小吃一條街。給大家一個小提醒，因為這裡沒有什麼遮蔽物，所以其實會還蠻曬的，建議大家防曬要做足。一整天走1萬2萬步是基本，請大家有點心理準備再過來。另外，這邊的物價其實跟中山路那邊的物價，巴士那邊其實已經差不多了。如果你真的要吃品質好一點、服務穩定、價格也不會太誇張，我覺得你直接找連鎖店。另外，我看也是有蠻多旅客會帶食物來島上這邊吃，因為可能大家知道這邊物價稍微高了一些，因為像這邊的水在販賣機大概人民幣4塊還5塊。雖然島上沒有一般的汽車進來，但是因為觀光客也算是還蠻多的，所以沒有想象中那麼的悠閒安靜。島上的綠植覆蓋率很足夠，而且不會說我為了要搶觀光財，我直接把那個海灘直接全部打掉，變成是一個度假村，而是它保留了當地的原始的風貌，加了一點點商業的元素在裡面，是我還能接受的。從三秋田碼頭到廈門輪渡碼頭，這邊只要5分鐘的距離。返程的船是回來靠近中山路這邊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你晚上就可以逛中山路去吃美食。下一集我們要來開箱廈門的伴手禮，其中有幾樣真的讓我們難以言喻啊。
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